大家好，我们是大叔中文。好，欢迎大家来到春节特别节目。春节耶！这个农历新年到了，春节到了，过年了，过年喜气洋洋。那我们大叔呢？这个其实你们看到这部视频的时候，我们的人都已经去欢度佳节去了。大叔呢，希望在春节给大家一些特别的节目啊。我们大叔是很有诚意的，而且很有仪式感，很有仪式感的。虽然有的同学他可能住在欧美国家啊，没有过春节这样的一个习俗，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把这个春节的欢乐传递给大家啊。对，那我们三叔呢，今天准备了非常丰富的节目啊，在表演节目之前呢。我们三位大叔做几件事情啊。第一个先讲一下吉祥话啊，祝福各位同学。第二个呢，交代一下我们春节自己在做什么啊。三位大叔分居各处，我们本来就分居也没有同居过。对，我们没有同居哦，我们是无辜的，我们没有同居过哦。好，那我们先从变叔开始好了。变叔，春节先祝福大家，然后第二件，春节你做什么？好的，那因为是蛇年嘛，那就祝大家蛇年大吉。你突然让我说吉祥话，我也想不出来什么，我也想不出来。我的蛇年大吉被讲走了。那春节没什么特别的计划。春节当天我请了一天假我本来还上班的，对，是29号，是那个30，对吧？今年是29。今年没有30，对，大年。然后29，我29号就是特别扯，就是我原来那个大学他们有一个讲座，然后让我去那个帮他们做讲座，所以那天我其实也是在工作，就是要帮大学那个老师做一个那个关于什么网上微学习的一个那个，就是通过我来分享一些自媒体的那个教学的经验然后他们给一些那个钱呢，要赚钱，过年也要赚钱了啊！对，就可能会点外卖的饺子吧，就是这么象征性的，这么可怜。这个春节过得凄好单薄，因为那天刚好是周三，就是我前一天和后一天都得去上班，都得去办公室工作，对，也没办法过节，对，就可怜兮兮的。对，在国外没有这个假期嘛，那肯定对，所以那一天我肯定早上会一直在准备下午的那个讲座，讲座之后点个外卖，就这样。OK， 突然之间把我们整个温度给降低了，你知道吗？对，春节一会儿还有冷笑话呢。春节应该是要在家嗑瓜子，对不对？看春晚对，然后跟家人团聚，然后或者跟朋友出游的日子。那很明显的，Ben叔在西班牙并没有享受到这个春节的气氛，还要继续工作，典型的内卷中国人的生活形态，内卷的国外。但起床赶紧给家人打个电话，因为我家人他们就是吃年夜饭特别早，他们下午3、4点吃完之后6点就是睡觉去了。6点就睡觉吗？不看春节联欢晚会吗？不看，我现在感觉。我们家是越来越没有年味儿了，还有北方，我觉得年味儿越来越淡，南方还好，我觉得。对，我觉得台湾啊，或者是西安应该会庆祝的比较隆重吧。台湾的年味也很淡了，其实现在整体都淡了，整体都淡，大家就是为了放假而已。对，我觉得是。因为以前我是觉得，因为太穷的话，过年感觉不一样，穿新衣服，吃好吃的。对。现在每天都差不了太多，想吃什么都能吃上。衣服你想买也能买上，想玩也可以玩，所以没有说特别的意义。不过可能对我而言，就是因为游子在外啊，可能会过年回家一下。回到笨叔按道理也是游子，离走得更远，他太远了，他太远了。我负责不回家，你负责回家。好，你不给大家看一下2种可能性啊。来，我首先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我自己 Q 自己。来，今年是蛇年了嘛啊。
蛇年这个行大运啊，赚大钱啊，发啊！好，这个行大运真的是一个公式啊。龙年行大运，虎年每年都要行大运，蛇年行大运，对，好，对。然后呢，我的计划也很简单，明天我就飞了，对，明天我就先从西安飞这个上海。带着我儿子、我老婆在上海玩几天，因为刚好我老婆有几个朋友也从全国各地飞过来，他们要去这个迪士尼去玩。我儿子对那些什么王子公主一点兴趣都没有，所以我带他去看飞机。然后呢，我儿子最近对这个什么飞机特别感兴趣嘛，刚好有一个这么一个项目，就是在小红书上组团的，可以去那个 C919，就中国这个大飞机 C919总装的这个工厂里头去看一下。所以到时候去带他去看一下，刚好在上海有，然后这是有几个项目。小红书还能组团？对，它 C919这个总装这个工厂，现在很多研学的项目嘛，很多小孩子可以去各种工厂呀，什么江南造船局啊这种地方，就是长见识去了。所以按道理他们就是不接散客的，会有一个组团的名额。所以小红书上有些人官方的对官方的账户说这个我们要10个小朋友过来参观，对，组团才报名才能去。对，有些人脑子很活，或者和官方有关系，他们就是一些机构之类的，他们就是这个让你去和他们报名，然后大家组团一起去，这样到时候我们过去就是看飞机的模型啊什么的，不是，就是看真的飞机总装线，就是这零件怎么在里头，真的会看到真的飞机。因为孩子会很有兴趣，对，因为我儿子现在特别喜欢飞机嘛，因为刚好这回回去的话，从西安到上海这个飞机也是中国大飞机 C919这个东航的 C919。现在世界上主要是波音、空客2个飞机，中国现在有飞机 C919也出来了，所以就是慢慢的话有很多的中国有很多机会也是加入这个3国 PK 啊。我都没有想到有这样的这种项目。我要是我儿子不喜欢飞机，我不可能知道有这么一个东西的。都是这个是孩子的兴趣，给我们带来充实的生活。对，我们当时在玩到24号坐高铁从上海到丽水，然后我爸会来开车来接我们回到云和，可能1个小时，然后第2天就回龙泉的乡下了，在乡下会待好多天，然后今年过年就在乡下过年。而且应该是我已经好几年没回去过年，2、3年吧，因为疫情的关系，因为有一些别的原因的关系都没回去。然后我爸妈刚好把乡下，记得你爸妈有去西安找过你吗？对，他中间来过好几次的。对。刚好今年乡下房子装好了，所以就是我们也是第一回回去在乡下房子过年，这感觉可能会比较好。对，基本上可能年夜饭那天可能是我们自己家过。但是后面初2、初3啊等等，可能就会一起过，走亲戚，转一转。然后后面可能初4、初5我就回来了，然后就投入工作就是这个样子。对，还是不错的。我觉得走亲戚蛮那个，就是对社恐的人来说，我觉得还是挺辛苦的，好像做任务一样。灿叔应该很习惯去走村，对不对？你灿叔应该很习惯去拜访亲戚，走。对，我小时候就特别喜欢走亲戚。对，我就觉得那是尬聊，就是一个义务啊、任务啊，就是要在那儿聊天，又感觉聊不到一块儿去。对我来说是一个任务。就是你跟有一些亲戚其实已经好几年根本都没见面、没聊过天了所以这个方面我跟Ben叔比较像，我比较不喜欢走亲戚，我觉得根本就不熟，只不过有一些血缘关系而已，但是。你要我跟你聊个2、3个小时，到底要聊什么？然后那些他们的小孩，你跟他们也不熟，是的，你就会觉得我在这边浪费时间干嘛？我就很想回去工作，你知道吗？是的，对，我主要是和我那些表兄弟啊、表姐妹啊什么，好久没见了，小时候都在一起玩的，其实回去说话的话，还是能聊很多东西。而且主要是我们那边人说话确实特别爱说话，全员的艺人，全部都是艺人。所以话你也不用尴尬，怕没话说，而且基本上他们话题一个泡一个，你跟着聊就行。我是很自在，我老婆和我儿子，只要你结婚生子了，你这个基本上没什么好。对啊，我结婚生子了，要是之前孩子没有，有些人问什么时候生孩子呀？对，会这个样子。对，现在偶尔还有些吃饱撑的这个亲戚问什么时候生老二呀？我就说不要。对，也会就是没话
没话题找话题的那种啦。对了，更搞笑就是我老婆上回回去在乡下的时候，有个老太太都不认识她，然后就说可能认识我吧，我也不认识这个老太太，说实话。然后老太太就说：“哎呀，明年赶紧生个孩子呀，什么让你妈回来给你带呀。”会，对，这回去乡下最讨厌人家问这个问题。像我没结婚没小孩，一回去说怎么还不结婚啊？你跟你哥都不结婚，然后整个过年的气氛都被捣乱了，你知道吗？那个感觉你怎么不就是唉声叹气那样，赶快结婚啊那种感觉，所以我就很不喜欢回去。好了，茶叔来讲一下你吧。好，先祝大家事事顺心，万事如意，好平凡的吉祥话。蛇年行大运。对，蛇年行大。新的一年，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3个：幸福、平安、健康就好了。对，其他都不求，求这3个最基本的，我觉得就好了。那如果真的今年大家很有展望，赚大钱，也希望赚大钱啊。对，好。OK， 那祝福完之后呢，茶叔的春节基本上会有一些亲戚，像我的阿姨还有一些这个舅舅会来我家到我家走春了啊，嗑瓜子吗？对，会看电视啦，嗑瓜子聊聊天，然后他们也会带他们的小孩来，所以基本上我们家是没有这个走春的习惯的，是别人到我们家走春。你们不出去到别的？我们不出去的，对。那你要准备红包给这些小孩子吗？发红包是我爸爸的工作，就是我们把钱给我爸爸，我爸爸享受发红包的快感。对。那我们会包给长辈，我跟我哥哥会包给长辈。对，长辈会包，因为这个像我舅舅阿姨年纪都很大了，都60几70几的那种，所以我们就是包给长辈让他们开心。那有的长辈他不收，他会把那个红包，就是这个红包袋里的钱还给我们，然后自己留下红包袋。有的长辈会这样，那有的长辈比较缺钱的，他就会收起来。对，那都可以，都没关系，就是讨一个喜气嘛。对。所以还有一些志愿者的朋友会到我家来拜年。对，基本上我们家因为人口很简单，我们是不出去走春的。那今年我们也没有要回老家所以基本上我们就是在家里安静的过年。那这个可能我一直很忙，没有时间打电动。我大概春节我一定会好好打电动。那我可能就是春节的时候很无聊，我可能还是会工作一下吧，做一些材料直播。大叔小站的直播我可能会停一下，可能会停1个礼拜吧，也是要休息，也要休息啊，一年到头了，真的。对，每天直播啊，同学会觉得这直播没价值，每天都有，偶尔停一下，他们会怀念对，好，所以我基本上我的春节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就是休息吧，好好休息。虽然我们做这个自媒体的，但是也说停不下来。对，停不下来，而且要花的时间蛮多的。大家都以为很简单很轻松，其实可能比工作还累，说实话。对，随时随地有东西都要做，随时随地都要做，有想法就要做出来。对，好，那我们的这个交代完了我们的这个春节计划，也跟各位同学拜过年了，我们要进行我们的活动了。时间已经过了一半了，我们真会聊，好，那我们没关系，好像活动也没有特别，对，活动其实也没有很特别的活动了。我们这个大叔准备了一些环节，让大家开心啊。那我们的第1轮节目来了，就是说笑话，然后等一下我们要选择票选出谁的笑话是最好笑的好不好？好，那我们先从灿叔开始好了。好的，灿叔信心满满。我觉得我的最不好笑，我的也不是很好笑，我来读一下。我没记住，你还读啊？我当然读了，我没有记住。我也要用读的，好，本叔说我咋不能读吗？我不用读，都可以读哈。等一下啊，让我把这个。那各位同学，就是我们3位大叔讲完了之后，你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哪一书的笑话最好笑好。我开始了啊！我的那个肯定不好笑了。来，我这个笑话还挺短的，就是发生在学校里头就是老师们呀，常常在上课的时候会对学生们说就是你看到别人的不足的时候或者不幸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嘲笑别人有些同学老喜欢嘲笑别人，对不对？就其中一个小朋友举起手，他的名字叫小明，
他对老师说：“老师，今天学校里啊有一个小孩子掉到水坑里头了，大家都在笑他，只有我没有笑他。”这老师表扬小明说：“很好很好。那是谁掉进水坑里了呢？”小明说：“是我啊，我掉水坑里了。”好，讲完了。这个你一说我就知道是他自己了，很容易猜出的答案。对，好，反响很好，真的，这个笑话真好笑，真好笑，好笑极了。这个是陈年老笑话了，我也找半天找不着，说实话，真的找笑话的话很难找。那我觉得我的笑话会好笑的哦。来，那个变数，我的是吗？对。我觉得我们是一个学习中文的频道，所以应该透过这个笑话来传递一些中国的文化。好啊，一会儿可能要解释一下啊。那我问一下两位大叔，白气球打了黑气球，那黑气球应该怎么反应呢？白气球打了黑气球，黑气球应该做什么？怎么办？反应？黑气球骂他，黑气球打回去。打回去是吗？黑气球打白气球是吗？骂他，我觉得是骂他。黑气球骂白气球啊，都不是正确答案是告白气球。什么玩意儿？真是太冷了。解释一下，因为告白气球是周杰伦的一首歌嘛。周杰伦那个 J. Joe 的很有名的一首歌叫《告白气球》。那告白它有一个，我懂了，我现在懂了啊。周杰伦的这首歌《告白气球》是你用气球去告白、去表白，你告诉一个人那个我爱你，然后用气球来表达自己的心意。但是告也有那个起诉的意思，对，就起诉的意思，对吧？到法院去起诉他，就打了你一下就起诉人家，是不是有点过分？所以这个停顿，你要说告白气球，告白气球。to sue 白气球，但你要说告白气球呢，就是周杰伦那首歌 confess 对，用气球告白。那换我看查书啊，看有几只乌鸦飞过，等一下我看。好，可能有很多只好，那我现在要讲的是一对情侣啊，那这个男生一样叫小明。跟灿叔的笑话是同一个人，掉到水沟的那一个，掉到水坑里的小朋友，长大了，小明长大了。那他交了一个女朋友叫小美小明跟小美是一对情侣。那在情人节那一天呢，小美希望小明能够证明他有多爱小美。所以小美就跟小明说：“小明，我想知道我们的爱情有多伟大。”然后小明就问小美说：“那我要怎么证明我们的爱情是伟大的呢？”那小美就问他一句话说：“小明，你能为我而死吗？”结果小明很惊讶的说：“我能。”然后小明就慢慢的把手指头伸到耳朵里面去了。什么耳屎？听得懂吗？讲完了。为我而死吗？我觉得。不是这个平舌音和叫声对，因为小美说：“你能为我而死吗？”这又是中文的博大精深。小明说：“我可以为你而死啊！”所以他就把手指头伸进耳朵，想要喂小美吃耳屎。对，一个是为我而死，为我而死，一个是为我而死，两个发音发错了，就是为我对吧？为我吃什么呢？为我而死。但查出刚才读出来没什么区别，我发现。有为我而死，为我而死。对，差别不大哦。有还是有差别，有一点点差别。这个还蛮搞笑的，我觉得。好笑。太冷，怎么都对，就是我觉得是太冷。
就是3个很冷的笑话里是最有温度的，就是茶树的笑话。为什么我怎么感觉不出哪来的温度？你告诉我。掉到水沟哪来的温度？你说冷啊，冷也是温度啊。炒冷饭。好，我们3位的笑话说完了哦。那第一阶段结束了，大家可以去底下留言告诉我们。你觉得哪个大叔啊？我啊。但是《告白气球》这首歌还蛮好听的，我觉得。哦，你在拉票这样拉吗？这是干什么？好，那我们第一阶段已经很无聊的结束了。新年嘛就要快乐，就是简单的快乐，无脑的快乐，不要有很快乐吗？刚才有。好的，那我们现在进行第2个环节哦，让大家开心的，就是大叔分享我们的生活照。OK， 好，那我们先请Ben叔好了，Ben叔来分享一下你的生活照是什么样子。我们瞧一下。好的啊，是这样子的。能看到什么？有点反光。一个圣诞老公公是不是？他手里拿了一个球还是什么东西？手里拿着一个球。手里拿着一个球，对啊。然后你好像这样子看着什么东西，感觉在参加一个什么圣诞活动。对，有后面一棵圣诞树，然后桌子上有很多圣诞礼物。对，然后重点你们都没有看到，重点是我坐在那个圣诞老人的腿上。你坐在圣诞老人？我以为你是蹲着了，我以为你是没有，我坐在他大腿上。那个圣诞老公公是真的人吗？是真的人啊。他是你的同事？他是我的老板。你的老板？那你怎么大老板？就是整个我们那个，就是我们老板，就是那一天我们在公司都收到一个邮件，就是说10点的话，早上10点在办公室，圣诞老人会来跟我们一起吃早餐然后10点我们去吃东西的时候，就发现那个老板就穿着这个圣诞老人的服装，他真的就是给自己放一个假的大肚子，然后就走过来。然后每一个人发一个球，是因为我们要做一个抽奖然后抽到的人如果是男生的话，就要坐在他腿上。然后我前面是有一个转盘那个是转盘，就是他抽到我的球，然后我就是中奖了。中奖之后我就过来坐在他的腿上，我要转我的奖品然后在那边转到我的奖品就 OK 了。你转了什么？有点所以要抽奖的人都必须坐到老板的大腿上。女生不用，男生的话那个还是要意思一下。你的老板是男生还是女生？男生啊，肯定是男生嘛。那女生不用，为什么女生不用？避嫌嘛。对啊，你要坐女生的话，女生坐男生的腿上多难。西班牙有这么保守吗？还好吧。那办公室的话还是那个要避免人言可畏。对，但就是对我这种社恐的人有点那个小尴尬就大家都那个坐在老板的大腿上很尴尬。稍微有点吧，因为大家都看着都觉得好玩嘛，那个场景是那坐在老板的大腿上有什么感觉？就是还要在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就是还要想着就是赶紧把这段过去吧，因为还得要聊2句啊。你和老板怎么尬聊的？你和老板就说今年我们有这个来自东方的新朋友，所以要这个就是认识一下，特别一点，对，要好好认识一下他会拉长那个坐在大腿上的时间然后底下的人们这样对，大家拍手起哄这个老板年纪多大了年纪40吧，40多应该。那还算年轻的。那还好，算年轻。对，就是那个气氛嘛，搞活气氛。对，正常人应该会准备一张椅子放在那儿，就坐在椅子上就好了。对呀，不是很那个就没有气氛了嘛，就是要那个炒活气氛，要跟圣诞老人有肢体的接触，比较有气氛。理解不了，是不是？好，这还挺逗的，很有意思的照片。确实，但我抽到的礼物我不是，你抽到什么？不是特别喜欢抽到一个就是
一个奖券，那个奖券就是你可以买一些演出啊，可以买买演唱会啊，买一些戏剧票啊这样的，代金券。OK， 但是这个网站上活动很少，所以没啥用，对不对？或者是现在还花不出去，对不对？要不就是那个太贵了，要不就是不够丰富，所以还不知道怎么花出去。好，很有意思的照片，活动也很有意思，你这个礼物也很有意思都是一坐在脉相承。老板的大腿上也很有意思。好，让我们换下一位吧。来，三叔，你要分享什么照片？我其实真的没有多少照片，我这个人不是特别喜欢拍照。然后呢，而且其实我最遗憾的事情就是小时候照片基本上都被我妈丢完，都没有了。对，那天就是这个，其实这张照片就是我有一年不知道在哪里找到的，我反拍了一下，放到电脑里头。这底下还有这个我的这个微博的名字。这是微博的标志，我当时在微博上发了，好几年前，10来年前了吧。这个照片呢是我估计5、6岁吧，具体几岁我记不起来。然后呢，一看就是很清楚嘛，我爸我妈，对，我爸我妈应该也就是25、26岁的样子比我现在年轻。离近一点，再放大一点。对，你们可以看一下，底下那个很羞涩的，我就是感觉你好像在吃东西的感觉，在吃东西或在吃这个手，我也不知道。哇，你爸那时候很潇洒的感觉。我爸那个时候一直留胡子，就是我爸好像是到30岁以后再把胡子剃了。我爸那个时候信奉一句话，男人就是嘴上没毛，办事不牢，办事不牢。对对对。但是好像感觉比较严肃呢，在这张照片里。你说谁？我是吗？就是根本看不到整个你们3个都没有微笑啊，就是对对对，好像那个时候拍照都是这种，都是这样啊，要酷啊，那好像很突然的那个，就是来给你们照一张，然后对，就是那种感觉。其实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家里假笑一下，对我们家里只有我叔叔会拍照，那个时候拍照很难得的了，偶尔才给你胶卷的，对吧？对，可能有点不好，有点紧张，大家给你就是别人站边上这样给你拍一下，来全家福拍一下。可能也会小紧张，那个时候我也比较小，我记不得。对，但是这个照片，那个时候拍照都是父母站在两边，然后抱着孩子的中间，然后做个假笑这样。我没有抱啊，就是我不是成天写故事会写到我这个场景嘛。这个底下呢是一片橘林，在远的地方你们看到一些树，在外面就是小溪了，就是还有一片竹林看不到，但是现在这所有东西都已经没有了。都没了，这个橘林已经被填平了，就变成一个小平地了，水泥的平地了。然后在外面那个树啊都没了，就是后面因为那个地方洪水比较严重，夏天的时候洪水比较严重，后来就做一个堤坝做起来，整个溪滩啊什么都没了。现在回去的话，就是基本上只有路边还有点树，远处的竹林什么都没有了。所以这个东西，这个场景就是已经存在在故事，就是说在历史里的往事里记忆里的东西，所以这个照片还弥足珍贵。而且其实我完全想不起来自己小时候是什么样子，完全不知道我是什么状态。那天给瑶瑶看，我说这个长得像我不？瑶瑶说不像。我说问这个爷爷，把你放的特别特别大。没有，到时候我会把照片。这个笨叔想看一下，就是我能看出来不？真的差蛮多的不像我觉得差蛮多的耶，跟你现在的样子差蛮多。所以这还比较小。如果你不说的话，我真的不觉得是你。对。其实我还有一张照片可以给你们分享一下，就是分享吧。这张照片也是我比较少的。你的手机壳那么卡通。这是你的大学吗？还是高中？这有两组，一组就是3个是同一个时期，这是大学的时候，很瘦，这么鲜肉。对，这个都是你吗？完全都是我。这上面这个是我初中的时候的照片，这完全是另一个人呢。对呀，很有那种长帅了嘛，就很运动健将啊，就是那种好像就是专业运动员的那种感觉。我以前踢球嘛，这个是球服嘛，那个是球服，什么尤文图斯的球服，底下这个就是小鲜肉，就是会感觉俘获很多少女芳心的那种。对啊，也是很帅啊，我跟你说，曾经也很帅过啊，对啊，真的OK，我的还是有点意义的吧哈，我的照片哈，还有点，而且那个时代，对，你的照片会想起那个时代，很淳朴的，
朴实无华的那个时代，真的很怀念。有时候，对。好，过往了，过去就过去了。其实真的可能现在就是真的，你拍很多视频啊等等，其实反倒不会去看它。以前的话，可能偶尔一两张照片，你一看，我觉得啊，回到了过往那种感觉会有。越少的东西越值得珍贵，都太多了就没有意思。发现是这个。这倒是，对。不过还有一点，茶叔来一张鲜肉的照片。对啊，我们看一下哈。灿叔，你刚刚不是要讲什么？哦，对我说。他把我打断了，让我想一下，就是我的意思，就是我们3个其实很幸运了。比如说，再过10年，我们的现在的这个形象、说话的这个整个状态，都还在这个互联网上。10年就那时候应该不会，10年10年以后我们会怎么样？10年后我们就是老头，就是老头。那也不至于。我的意思，就算过10年、20年、30年。我们这些形象其实很鲜活的，都还在，对，就是还能回看你当时这个状态，因为有时候看这个视频啊，可能只是当下这么一个状态。我们比如说我们因为成天做节目会说很多东西，那我们回看的话，就是我们在当下很鲜活的这个状态，就是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你比如说想回忆一下过往，我那个时间是干什么来着？我会有什么想法？我什么一个状态？这个视频一看就在这里，是那个样子。就是感觉会更有意义啊，会被那个记忆被永远的保存在互联网上。对啊，是的。对，其实我觉得就像我们3位大叔好像做播客是希望教大家中文。其实对我们本身来说，也是好像写日记那种感觉，为自己留下一些记录。我们有时候自己回去看自己的视频，都会觉得，以前的想法为什么是这样？好可爱哦。然后以前的样子。可能都不一样的所以就会觉得说，我们大叔也在为自己留记录了。对，好 ，OK， 那接下来换我分享照片了来，这张我要分享的是这张，看得到吗？你是哪一个最高的那个吗？猜猜看，最左边，最左边那个，对，就是平头的3-7步，3-7步，好像都3-7步茶叔怼到脸上，可以。是真的枪吗？最左边那个没有戴帽子最左边那个，对吧？这个是我。中间那个不是最左，这个这个就是这个这一看能看出来还是有点像的，都是一样。好，灿叔问是真的枪吗？还是变叔问的？我问的，真的枪没有错，是真的枪。肯定啊，他们是当兵去了吗？肯定啊，服役去。对，这是我们当兵。然后另外这3位是我的学弟。00年，对，9月22号拍的。然后另外3位是我的学弟，我那时候已经快要退伍了对，所以我那时候是很轻松自在。在台湾穿这样会热得不得了吧？会不会？还好，这个迷彩服其实蛮通风的，所以这个我们当兵都穿这样子。那当然，如果我们在部队里面，我们可能就穿体育服这个是出操的时候会穿的这个军服。然后你们看这边，我们还有这个装炮弹的然后这个我们叫 会有绑那个 S 腰带啦，然后军鞋还会绑那个绑腿，我们叫绑腿，就是会就是让鞋子可以跟你的军服固定起来。知道我们都还要系上绑腿。对，能看到。我记得你是文书兵，所以你那个每天也会训练很多吗？还是可以避开训练？文书兵的工作基本上是很让其他的阿兵哥羡慕的，就是我们早上基本上是睡到7点8点才起来。那别的兵其他的阿兵哥是5点半就要起床折棉被，准备要出操跑步训练，6点就要去早点名跟训练然后5点半你就会听到有人5点就稀稀疏疏的赶快起床，先折棉被，因为我们要折豆腐棉被，豆腐块，把棉被折的跟豆腐块一样，所以我们会怎么做？有的人会准备那个电话卡，当你棉被折好之后，还要用电话卡去削成尖尖的，把那个棉被弄得很尖，一个直角的感觉。我们都会用那个电话卡然后因为我们折完棉被，那个班长会来检查，如果棉被不符合规定，不像豆腐，给你直接翻开来丢到地上重新折。那你如果重新折，你很有可能早点名，你会迟到。对
所以那时候当兵就很压力很大，很严格，有人4点多就睡不着，压力很大，就还起来折棉被。那胖子怎么办啊？胖子的话，感觉胖子还是要训练的时候，你不管你的身材怎么样，只要你去当兵，你都是平等的，别人怎么做你都要怎么做。然后而且我们那个时候当兵的时候很有意思，就是我们洗澡都要一起洗。全部人都一起洗，全部都一起洗，然后冬天我们那边又很冷，只能洗冷水，所以你就看到大家一直在发抖，然后大家而且有时候大家会互看比大小，很有意思，然后就会这样子，然后就大陆的澡堂也是啊，大陆的对，因为大学当然我们有隔间的，不过隔间都是用给班长、军官他们洗的，那我们阿兵哥就是都是一个大澡堂，大家就一起洗。然后如果你是阿兵哥，你是新入伍的，还会被那个学长欺负。然后比如说他会说，你凭什么在我旁边洗澡啊，滚一边去。然后你就要滚很远，滚到角落，这样慢慢的自己去洗，这样对，不可以靠近这个学长尊贵的身躯，不可以靠近他，你要滚到很远。我们这个躲在角落都是新兵，躲在那边自己抹肥皂，自己这样冲还要这样过来摇一下水，再跑到角落去，再慢慢冲，就你也有过吗？我有过啊，我刚进去的时候就是这样啊。那时候傻傻的很笨，就在学长旁边洗澡，然后就这样，你谁啊？滚一边去！然后你就真的用这样慢慢走过去，然后抹肥皂，再赶快过来舀一口水，然后再到角落去这样冲一冲，这样，然后赶快3分钟，根本没有心情洗澡，稍微过一下水而已，就结束了。对，以前都是这样，当兵是这样子，然后自己慢慢变成学长，自己那个时候就等我当学长，我一定要好好善待学弟。结果自己当了学长之后也是一样，也是一样。你凭什么在我旁边洗澡？滚一边去！就是这个会传承啊，这个东西。那我那时候文书兵，刚刚变书问，其实文书兵是晚上要做文书，做到大概凌晨1、2点。那会不会文书兵是早上是可以睡很晚的，像7点之后，我们直接去我们那个叫旅部。旅就是那个军的单位嘛，去旅部，对，去旅部继续做文书，然后就做到很晚。但是其实很爽，因为我们不需要出操，我们的工作就是做文书。那出操是很累的。那可能会不会被嫉妒、被霸凌啊？因为就觉得凭什么你每天文书兵基本上连长都要敬你3分因为你掌握很多旅部的一些公文，还有一些重要的资讯。那个连长会很希望你告诉他一些内部消息，让他可以及早的去准备怎么去因应这些旅部的命令。所以他们对我们文书兵是非常非常礼遇的，绝对不敢欺负我们，连阿兵哥都不敢欺负我们，算是最大的。所以茶叔，你洗澡的时候可以告诉旁边的人，你凭什么在我旁边洗澡？是吧？我洗澡不跟他们洗的，我是到军官的澡堂。那个洗澡的浴室去洗的，我是在军官的浴室洗的，因为我跟军官都很熟，军官也都愿意让我去他们的那个浴室去洗澡。我是不跟那些阿兵哥去洗的布。然后我像每一次我回到营队之后，那个连长会对我很好，他就他真的握住我的手说今天旅部有没有什么消息可以分享给我？然后就握着我的手，然后这样走上楼梯，这样子，好像那个慈禧太后的感觉。真是知识改变命运啊！然后我就说有一些消息那个连长你最好先做好准备先怎么样，然后就分享一些消息给他。所以那时候就是这样很有意思，因为我的体能没有那么好。如果当兵你的体能不好，比如说你要拉那个爬杆一样的东西，对，根本爬不上去啊。爬杆，然后过那个障碍啦，那种那个墙是2米那么高从上面跳下来对吧？跳上去还要翻过去，然后再继续往前，我们要跑那个500障碍赛。那个我连那个爬杆我都快拉不过去了。所以我那时候体能非常的差，然后所以还好我是当文书兵。对你们军队都没有人那个血糖低啊、晕过去啊什么的？那种状况都会，就是不会理你的。比如说你跑步比较慢，那个班长直接在后面踢你屁股的，跑得慢我就一直踢你。所以你那个时候根本不会去想那些理由，只想要赶快结束这些体能训练而已。现在我还是蛮怀念
当兵的日子了，蛮有意思。对，就越苦的日子你会越怀念。你不是很爽吗？当文书兵苦什么？很爽，但是也很辛苦。说实话，那倒也是，对我们偶尔也是要出操啊，对啊，也是要啊。文书兵也是要出操的，对，比较少而已。对，最后是听灿叔唱一首歌，我们就结束了。好，灿叔就是这个过年到了嘛，啊，喜气洋洋的嘛，啊，那灿叔这个最近练了一首过年的歌，我没有练，不要这样，不要给我把抬得很高。美酒加咖啡吗？美酒加咖啡，是吗？我就觉得就是过年了嘛，总是希望来点过年的欢快的气氛。然后就那天听那个谁，我很喜欢的一个歌手周深唱过一首歌叫《欢乐中国年》，但他唱那个歌，其实我当时还挺有感触。他说他当时在乌克兰留学的时候，成天会在超市里听到就是这首歌。而这首歌呢，就是基本中国人在过年的时候，在有那么它是春晚的有一年的一个主题曲，当年特别火，然后会在那几年反复的这个播放。是一个歌手叫孙悦，然后呢，我觉得挺有意思，然后我找出来看一下，发现歌词也挺简单，可能不是那么难唱，我就给大家唱一下吧。来吧，好，金风送喜来，紫荆花已开，2月大地春雷锣鼓敲起来，百年梦已圆，千年手相牵，中国走进新时代。恭喜恭喜中国年，五谷丰登笑开颜。恭喜恭喜中国年，歌声万里连成片。哇哦！竟然没有破音，没有破音，但嗓子已经哑了。我发现，哎，我很期待你那个唱，你期待我破音是吗？对，什么玩意？好，那这个灿叔欢愉的歌声中，我们迎来了新年啊。那希望大家新的一年，新的希望，能够达到自己的目标，快快乐乐、开开心心、幸福美满、健健康康的。那笨叔没有要唱歌啊？没有，我没有准备。我今天录之前彻底忘了我们今天的内容。然后时间也差不多了啦啊，时间也差不多了哈。那就在这。大叔们在这里也希望大家继续的支持我们大叔中文。最近不错我们一直呼吁大家要支持我们。最近的流量跟这个观看都有提高了。对然后这个收入也多了一点点啊，我们很开心。那在新的一年也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然后也把我们的频道推荐给你的朋友啊。新的一年我们的目标不多，10万。10万订阅啊！10万订阅，目标，小目标，需要大家鼎力相助。对，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啦，谢谢大家，我们跟大家说再见，拜拜，新年快乐，春节快乐，春节快乐，12年行大运。